剩下的暴雨刚过，城市被冲刷得发亮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新与汽油的淡淡味道，还有路边小吃摊飘来的烤肠香气。10岁的林梦跟着同学贪玩，多看了2眼烤肠，转身就发现天色暗了下来，回家的路变得有些陌生。他紧紧抓着洗得发白的书包带，踮着脚尖四处张望，却看不到熟悉的身影，心底的慌乱越来越甚。雨后的小巷还萦绕着潮湿微凉的气息，他敛了敛心神，正准备转身循着记忆中的方向迈步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从巷口缓缓倒车驶出，他心思涣散，对此浑然未觉。骤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，尖锐声响瞬间划破雨后的宁静。林梦吓得浑身猛地一僵，双腿仿佛瞬间灌了千斤千块，正在原地半步也挪动不得。你没事吧？以后走路看着点，别东张西望。就在刚才轿车即将碰到他的瞬间，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猛地拉住了他，将他狠狠拽到了路边。救他的是16、17岁那一刻，沈岚像从天而降的英雄，硬生生把林梦从车轮下拉了回来，驱散了他所有的恐惧。直到沈岚转身坐上黑色轿车，车窗缓缓升起，林梦才反应过来，用力挥了挥手，看着轿车消失在巷口，才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家。从那天起，沈岚就成了林梦一生的光。他把沈岚参加活动的照片剪下来，偷偷夹在日记本里，扉页上写着我的英雄。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对着照片模仿沈岚的走路姿势、说话语气，甚至学着沈岚的样子喝黑咖啡。尽管苦涩，却依旧固执地喝完。8年后，林梦终于离自己的梦想近了一步。他来到了沈氏集团，来到了沈岚所在的地方。梦梦，你真的想好了要去沈氏集团实习？沈总超级严格，像一座冰山。我想好了，我大学读市场营销就是为了这一天，而且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好，不会给他添麻烦的。挂了电话，林梦整理好着装，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进了沈氏集团大厦。大厅里高效而紧张的氛围，丝毫没有冲淡他心中的期待。你通过了，分到营销部，以后直接对接沈总。第一天上班，林梦比规定时间提前了1个小时到达。他把工位收拾干净，仔细整理沈岚可能需要的文件，反复检查，生怕出现一点差错。他的目光时不时地看向办公室最里面的那扇门，那是沈岚的办公室，门紧闭着，却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让他既期待又紧张。没过多久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为首的女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林梦的心跳瞬间停止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那是沈岚，她儿时的英雄。新来的，我是林梦，沈总，您该见叫梦。沈岚的眼神平静无波，没有丝毫认出林梦的迹象。她的声音比小时候更加轻了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林梦刚才刻意加重了再次2个字，她希望沈岚能记起自己，记起8年前那个被他救下的小女孩。那一整日，林梦心绪不断下沉，不禁怀疑自己8年的坚持是否错了。失落过后，他并未消沉放弃，决意用行动证明自己，也想让沈岚看见，她早已不是当年需要被呵护的小女孩。沈氏集团接到了一个大型营销项目，关乎公司年度业绩，压力巨大。项目前夜，方案依旧存在很多问题，整个团队都陷入了崩溃。方案还有很多漏洞，明天早上9点，我要看到完整且合格的方案，做不到的就主动提交辞职报告。沈氏不需要没有能力的人。今天会议到此结束。散会后，大家都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，只有林梦留了下来。他知道这个项目对沈岚很重要，他不能让沈岚失望，并且他悄悄记下了沈岚的每一个习惯，默默用自己的方式照顾着沈岚。凌晨3点，林梦终于完成了最终方案，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，疲惫感席卷全身。他趴在办公桌上，很快就睡着了，手边放着一杯凉透的黑咖啡。凌晨4点，沈岚忙完工作，想起未提交的方案，独自来到营销部。推门瞬间，他骤然怔住，心底坚硬的壁垒悄然裂开。他第一次仔细打量这名新员工，眉眼间竟生出几分熟悉感。次日清晨，林梦醒来，
身上竟盖着沈兰的外套，熟悉的气息散去了他所有的疲惫与委屈。他点开手机，看到沈兰发来的6字消息，瞬间满心力量，明白对方已然开始留意并认可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沈兰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林梦。开会时，他的目光会在林梦身上停留更久，看到林梦认真发言的样子，眼神里会闪过一丝赞许。林梦渐渐发现，沈兰的冰冷只是一层保护壳，褪去威严，她也只是一个会疲惫、会孤独的普通人，有自己的烦恼和压力。沈总，您小时候在城南的巷口救过一个叫梦梦的小女孩，还记得吗？是你。那一刻，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声，空气里仿佛有粉红色的泡泡在轻轻炸开。多年的牵挂与追寻，在这一刻有了回响。